Hello， 大家好，我是 Liz， 我现在正走在南麻布的街道上，从广尾车站找到餐厅的路途中。今天要去吃什么？是茶禅华，就是那一家在亚洲50榜单上面很热门，而且非常难定位的日本式中华料理，非常期待。而且我刚走了一段上坡路，肚子已经很饿了。今天晚上料理究竟会是如何呢？接下来就带大家去瞧瞧喽。这是一只奢侈的大闸蟹，哇！Super juicy， 我觉得那个甜味回甘，真的很刷脆。茶禅华是我这次在东京最喜欢的一餐，我觉得超级好吃。你已经觉得很美味了，没想到下一道菜还可以更美味，真的是令人赞叹。这天总共有17道菜，4小时的用餐体验，不仅一点都不让人觉得疲惫，还让人越吃越开胃，我觉得真的很神奇。茶禅华在2017年2月开业，同一年年底就摘下了米其林2星，更在2021年摘下了米其林3星，非常厉害。目前在亚洲50家餐厅的排名是第11名，也是目前东京炙手可热、预约困难的名店。茶禅华的主厨川田智也从小就喜欢中华料理，并且立志成为一名厨师。他考上东京的料理专门学校后，曾经在中华料理名店麻布长江修业，后来进入非常有名的日本料理龙吟，跟随山本征治主厨学习。曾经来台湾协助过祥云龙吟的开幕哦，他当时担任副主厨一职。后来又待过香港的聘珍楼、名都酒楼等等地方，中文说得很不错呢。茶禅华是一间结合日本料理的精神与中华料理的技术的一间餐厅。该怎么理解它的烹饪理念呢？其实有3句话可以来总结。首先是和魂汉才，融合日本的精神与中华料理的技术，用日本的在地食材尽量表现中华料理的神髓。第2句话是茶禅一味，以茶佐餐，茶的仪式感和禅的静思来结合。第3句话是真味只是淡，这也是川田主厨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哦。那这句话的意思是注重食材的本质，展现食材纯粹的风味。我在11月中旬造访茶禅华的时候啊，刚好是大闸蟹季，就品尝了他们的大闸蟹套餐。这一顿饭推翻了我先前所有的大闸蟹体验，它非常细致精准，可是同时简单直接，是很高的境界。那我没想到，目前为止人生中最棒的大闸蟹体验，竟然是在东京。首先是一道青山绿水，这个是茶禅华固定的开胃菜，用的是四川的竹叶青绿茶，还结合了日本的玉露绿茶做的一道面线。Yes， 这个呢其实是川田主厨在台北猫空邂逅的茶油面线，他拿来重新改造。竹叶青四川的绿茶的一个开胃面线，像是一杯迎宾茶，也像是一个开胃点心，然后也点出茶禅一味的主题，清爽清香，我很喜欢。Next dish is a golden century. We add 3 layers. Bottom layers, the center of the egg yolk. Middle layer, outer egg yolk with soy milk. Top layer is egg white. 那这个是川田主厨认为黄金皮蛋的最佳比例，他想调整一下各个部分的组成哦。那黄金皮蛋是用四川特殊的黄土来腌制的，造就它与众不同的黄金色泽。结构的黄金皮蛋。这一口吃下去呢，这个皮蛋虽然造型特殊，味道跟皮蛋是没有什么两样的哦。不过它有一个解构的思考，并且想要调整皮蛋各个部位的比例，我觉得这个思考倒是蛮有趣的。Next dish is a deep fried Shanghai herring crab wonton. 2 pieces. Left side is a female crab meat wonton with this. 1, 2, 3. 那这也是第1道大闸蟹料理。上菜的时候呢，除了有2颗馄饨，然后还有2汤匙的蒸蟹黄。This is female. Female and male. Okay. 把公蟹的蟹黄蟹膏放在这个炸馄饨上面，这个真的是很棒的巧思哎，崭新，而且我觉得是中菜厨师不会做的。
这个馄饨应该是猪肉馅，然后闻得到姜的香气，结合了蟹黄之后呢，你就会被浓郁的鲜味给醒脑哦，而且也很开胃，然后也马上让你感受到大闸蟹那个秋天寻味的那种感觉哦，预告着大闸蟹季开始了。用蟹黄挑逗我们的味蕾之后啊，接下来就看到大闸蟹本人了。现在上的是最大闸蟹，而且母的公的又是分开上哦。我们先吃到母的最大闸蟹，那它是用绍兴酒腌5天，那这个腌的酱汁呢，可以感受到浓浓的甜味，然后还有强烈的酒香，里面应该还有姜的那一种温暖的香气哦。第一次吃大闸蟹的醉蟹，哇，茶茶花做的很好吃哎，它的绍兴酒的酱汁，它有特别那种甜一点，我觉得那个甜味回甘，真的很刷脆，然后我甚至觉得有一点点像巧克力一样。那黑色的部分呢是蟹黄，它是因为酒的关系才会变黑。那吃下去的时候啊，蟹黄本身那种高于鲜美的感觉，跟绍兴酒结合在一起，也变得特别的浑厚，非常好吃。公的母的分开上呢，其实差别主要是在于那个蟹黄的部分哦。那母的有比较多蟹黄，公的有比较多蟹膏，味道呢是有差别的。用绍兴酒来腌过之后呢，那个甜味去增加它的鲜味，也都非常美味。蟹膏真的超级 creamy 的。你们真的才是懂吃的。This is a ground meat of the marinated Shaoxing chili crab. Yes, and left side is female, and left side is male. 刚刚醉蟹的蟹前肉，光是醉蟹就有3道菜。那这个蟹肉啊，它也是用绍兴酒来腌过。蟹肉本身啊，它应该算是已经熟了，可是比你一般吃到的蒸的或煮的大闸蟹呢，还要更粘稠甜美，就是小小一口就让你觉得像在吃软糖一样，非常的开胃。那这个最大闸蟹啊，它其实也是生腌的。我从来没有吃过生腌的大闸蟹，平常吃大闸蟹都是熟的，通常是蒸的哦。但是生腌的大闸蟹算是蛮大胆的一个做法，它用5天的时间，然后绍兴酒去消毒它，这个是要有一点技术的，我认为，所以你在家很难这样做。不过做的妥当，尤其是像在茶昌华米其林3星等级的餐厅里面，他做的生腌大闸蟹呢，就展现了生蟹的嫩、甜、软，还有鲜美哦，真的非常好吃。我没有吃过这样子的大闸蟹。哇！Something beside yung Bible. Sliced pork and eggplant, steamed with flavored with spicy soy sauce. Please enjoy it. 上菜的时候，是不是让你完全联想不到蒜泥白肉呢？真的太美了吧，好像一幅图画一样。而且它怎么把3层肉跟茄子片得这么薄呢？真的令人赞叹。蒜泥白肉一般会配小黄瓜，在这边川田主厨把小黄瓜换成了茄子。那我认为茄子柔软的质地跟猪肉是更加契合的。这个超级精致的蒜泥白肉，好好吃哦。那它应该是把片薄的猪肉和茄子一起拿去蒸，一次夹起2、3片，在嘴巴里面啊，会像丝绸一样滑过，超级好吃。那调味也非常好，用的是甜酱油跟红油。那甜酱油其实是中菜的一个灵魂，蒜泥白肉、夫妻肺片，或者是他们的水饺啊、拌面啊，都少不了它。一番美味しい、とっても美味しい。但是酱油你都是自己做的还是四川的？自己做的，自己做。哦甜酱油，甜酱油。哦，一般还有酱油，叫桂皮，桂皮。丁香，还有花椒一起煮。那有大蒜吗？大蒜对，有大蒜，是炒过的。对对。就像是有香料的焦糖酱一样，甜中带一点点后味的苦，我觉得非常好吃，也是非常细致的蒜泥白肉。Next is our signature dish, pheasant food. Pheasant food. 那它用的是雉鸡熬成的高汤，配上了云吞。这个高汤啊，用上了雉鸡骨，然后再用鸡胸肉去澄清，还加上了葱的香味跟酒的香气哦。高明的地方是在于呢，它是经过严密的澄清技法，还有温度管理哦，展现透明却饱满的风味。
broth is very nice. 四川菜里面呢是有所谓的开水白菜、开水鸡豆花等等的哦。那所谓开水就是清汤，那我猜这道菜应该就是从四川的开水演变而来的。那在日本，它使用雉鸡来做这样子的动物的清汤，搭配了同样是很清爽柔美的云吞，真的就像吞下去一口云一样，然后清澈的汤头在你的舌尖弥漫的鲜味跟鸡的香气，我非常喜欢这一道雉鸡云吞汤。Next dish is Sichuan style spicy crispy chicken wing. 那这是一道炸鸡翅，不过我觉得有点像是辣子鸡丁的鸡翅版本，里面还塞了鳖肉，超有趣的，还有鱼翅的。那这个鱼翅是环保鱼翅，请大家不要担心哦。它还用了很多辣椒跟花椒来把它爆香的非常香口。那用上了4种辣椒，还有3种花椒，所以是四川的那种辣子鸡丁的味型。在鸡翅里面塞馅料，它也有一点点像是粤菜里面，比如说名人坊有一道名菜燕窝酿凤翼这样的感觉。那这个鸡翅一咬开来是热烫烫的，然后鳖肉跟鱼翅其实 QQ 的，又很 juicy， 那再加上这个麻辣酥香的调味，非常过瘾，其实让人有点想再来一只哦，一只真的不够。The next dish is steamed Shanghai hairy crab. We prepare 3 layers. Top layers are female and male egg yolk, and under that male meat and male egg white. 这是一只奢侈的大闸蟹，不仅混合了公蟹跟母蟹的蟹黄，然后呢还有公蟹的肉哦，它特别帮你刮出来，以及公蟹的蟹膏，再把它拼回去，然后全部都帮你挖好了。这样子大闸蟹吃法真的太奢侈。其实不知道有几只蟹，其实里面有好多只蟹吧。而且我觉得这样很好的是，你还是可以吃到大闸蟹的原味，而不都只是创作料理。我觉得这样挺好的。那当然，这个考验的就是拆蟹的功夫了。听说不是只有厨房里面的厨师要拆哦，是整个团队，包括外场都要下去拆蟹。你看看这个大闸蟹季有多么的搞刚跟累人。那吃的时候其实也很简单，它就跟一般你吃蒸的大闸蟹没什么分别，你顶多就是淋上去那个加了姜的镇江醋而已哦。不过这个多一层的功夫，然后把雌雄合体的这个概念呢，就让这一道大闸蟹跟你一般吃的大闸蟹完全不一样了。因为你一次吃到3个层次，然后一次可以品尝公蟹跟母蟹的美味，我觉得这个想法真的超级棒，我真的非常印象深刻。The next dish is braised sesame soup with Shanghai hairy crab. 那大家看到鱼翅，请不要担心，这边用的是日本气仙沼所产的环保鱼翅，它是整只鲨鱼都有利用的哦，所以不用担心会有滥捕滥杀的问题。那这个蟹粉本身我觉得非常好吃，它就是呈现了蟹原本的鲜美，然后应该还有高汤去结合它，然后是调味很平衡优雅的蟹粉。那这个蟹黄鱼翅的汤啊，还有一个功用就是拿来做蟹粉饭。对付不一样。哇，这个蟹粉的炖饭真的超级鲜美，而且更棒的是还刨上了白松露。没错，大闸蟹的季节通常也会有白松露。白松露的大闸蟹饭，超香。所以就是2个秋天当令的美味结合在一起哦，真的是很幸福的秋天的滋味。This is萝卜干。哎，你有吃过炸萝卜糕吗？这倒是我第一次吃哎。这个萝卜糕是用干炸的方式，那外面的壳呢，它像是糖衣一样哦，非常的清脆，而且没有上色，连炸到金黄都没有。那这样的做法呢，反而比较清爽，而且还是很脆哦，并没有因为它没有上色而炸的不足够。炸萝卜糕。
说是炸萝卜糕，不如说它是炸萝卜。萝卜很大块，这个萝卜糕，它的萝卜比糕本身还多很多，所以你完全是可以吃到萝卜的清甜。那这个面衣呢，它比较没有上色，也完全能够去衬托萝卜的本色哦。我非常喜欢这道炸萝卜糕，而且真的没有吃过这样子的清爽但是又酥脆的萝卜糕。那旁边还配了一坨柚子萝卜泥，这个又是日本精神的展现。一般我们吃萝卜糕绝对不会这样子配，通常都是酱油或是 XO 酱哦。那这个柚子萝卜泥呢，它的咸度特别高。那我们在吃的时候被交代说，要在最后一口的时候才配上这个柚子萝卜泥。最后一口萝卜糕要加上这个柚子泥。This is very good. Yuzu and daikon, I think. I love it. 它把萝卜糕变得完全脱离了中华料理的印象，真的是有日式的精神，还有日本料理的神髓在里面哦。这个是中国的中菜师傅不会想到的做法，而我很欣赏这一点。进入主菜的部分是茶禅鸽子，那这是一道来自茨城县的乳鸽，分成3个部位来上菜。首先尝到鸽腿是油炸的，超级 juicy， 肉汁的瀑布一咬开来就这样一直冒一直冒，超级好吃。哇，super juicy， 怎么做到的？我吃过非常多乳鸽，但是这么外酥内嫩多汁的鸽腿，我应该是第一次吃到。一吃完腿马上胸就来了。是用炭烤的方式，一样也是非常 juicy， 而且你看看那个切面，非常漂亮的粉红色。那它有非常多的肉汁，虽然也有血水，但是没有那么多，主要都还是肉本身鲜美的汁液，然后咬在嘴巴里面啊，皮脆肉嫩。第3个上菜的是鸽头，我们还可以吃到鸽脑。哇，连头都来了。搭配上旁边有葱碎跟芥菜碎，那我觉得芥菜碎的苦味很棒，它完全可以去油解腻。整体来说是一道非常精彩的乳鸽，各个部位都烹调得很精准，然后乳鸽本身也是品质很优良，肉质鲜嫩，然后味道清淡，非常好吃。祥鱼龙吟的乳鸽也是一流的，所以我在想，龙吟体系出身的主厨是不是都特别会做乳鸽呢？那至少这一碗在茶禅华，我吃到了乳鸽的顶点。在这个时间点，餐厅经理问我们还想不想吃麻婆豆腐？当然要吃啊，怎么可能不吃呢？首先上来是用土锅煮的新西月光米，旁边还有一小碗的麻婆豆腐哦。我喜欢这个碗那这个麻婆豆腐我也觉得非常好吃，它完全符合麻婆豆腐的8字诀：麻辣鲜酥嫩捆香烫。哇，这个花椒的香气，还有豆瓣的咸味跟辣味，然后还有这个红油的劲道，浇在饭上吃，真的超级过瘾。麻婆豆腐。我其实恨不得可以添饭，不过为了后面的料理，我还是忍住了。不过这个真的是非常好吃，吃到这边还是胃口跃跃欲试，非常有食欲。这真的是我很少有出现的状况哦。通常吃到这边都已经很饱了，而且用餐时间这么长，也会有点累了。可是，一直到这边，我都觉得我还吃得下，我可以，太好吃了。最后结尾是鸡汤面，超级清澈的汤，应该是碱水面 QQ 的，很脆。这鸡汤还有酒香。旁边还搭配了大闸蟹的 XO 酱，喝几口汤，吃几口面，再夹一点 XO 酱来一起吃，更加的增添它的鲜美，还有这个增强它的风味哦，是一个很令人满足的淀粉结尾。甜点有3道，首先看到的是无花果的甜点，搭配的是用鹿儿岛产的芝麻做的芝麻冰淇淋，旁边还有1小盅无花果的果酱。吃的时候要先吃原味，先吃无花果果肉跟芝麻冰淇淋本人，然后再淋上无花果酱。无花果跟芝麻其实意外的很搭配耶，这边用的是白芝麻，所以味道也比较清新。然后无花果的那种有青绿色的芬芳，然后再加上它的清甜的风味，跟白芝麻其实是还蛮能互补的。一个是花
花果香，另外一个是坚果香但是都是比较优雅的。再淋上无花果果酱呢，甜味突然就变明显了，然后也变得比较浓郁哦，是一道算是还蛮清爽的，走在前面的甜点。真正的甜点重头戏是杏仁豆腐，而且有一冷一热哦。我非常喜欢这个温度的对比，就像前面大闸蟹公母的对比一样，右边是冷的，左边是热的。冷的杏仁豆腐呢，吃起来像果冻，然后杏仁汁感觉比较清爽，而热的杏仁豆腐呢，就像麻糬 ，QQ 黏黏的，杏仁汁感觉也比较甜，浓郁一点。透过温度还有味道的对比呢，去呈现不同的杏仁豆腐的风味，我很喜欢这样子的概念，而且我也觉得这么好的想法，为什么好像在一般的中餐厅比较看不到呢？这可能真的是要透过比较精致 fine dining 的训练，才会有这种解构的思维。最后的最后是一道芝麻汤圆，里面包的是白芝麻馅搭配云南白茶汤。那我还蛮喜欢这个云南白茶汤的，比起一般我们习惯的酒酿或是桂花更加的清爽，然后也很搭配白芝麻馅，比起黑芝麻馅更加清新的风味。只不过这个皮有一点点太软太黏了，小小的败笔哦。那真的要说好吃的汤圆话呢，我觉得我先前介绍过的香港的雍府，他们的宁波汤圆才真正是美味哦。欢迎大家回去看我们先前介绍的影片哦，可以比较一下。I'm just curious about why you are so into Chinese cuisine and why you love about it. 私5歳の時にですね、親に中国料理店に連れてってもらって、そこで感動した雲白肉だったり、バンバンジーだったりに感動して、もう中華料理になろうと5歳の時に決めました。But you learn also Japanese cuisine. So it's very interesting for us to taste your food because it's very different from what we understand Chinese cuisine. 日本のそれが中国に渡って中国の教えを日本に持ってきたっていう、精神がそうあって、その中で日本料理もできてきている、中国料理もできている。で日本は昔から中国、そして台湾からいろんなものを学んでいるっていう、そんな世界をもう自分の料理で表現しているっていう。でまさにその最高の例が日本語における漢字、漢字。But you never wanted to do authentic Chinese cuisine. いやでも自分の中でも底辺がそれが必ずあって、そこに日本の食材が掛け合わせるとどうなるのかが座禅館の料理である。一つの言葉があって、和魂関西、中国豆腐、汉菜っていう。和魂汉菜。在茶长华，我品尝到了日式中华料理，它拥有和中菜不一样的矜持、收敛、安静。那通常我们习惯的中菜是很丰盛热闹的，不过在茶长华的诠释之下，注入和魂的中菜也可以像怀石料理一样宁静致远，并且把食材的本质发挥到极致。我非常喜欢这一餐，也真的很希望可以再回去吃一次。不过茶长华真的预约很困难，看我的影片也不能拎到未来大家，那我也是托朋友的福才吃到的哦。总之想吃的人大家自己想办法。但是呢，茶长华假设有机会，真的非常值得专程去吃一餐，这就是米其林3星的意义。希望大家还喜欢茶长华的开箱咯。那东京的餐厅体验呢，我还继续在分享之中，也请大家继续锁定。喜欢我的频道，也欢迎订阅、按赞、分享给亲朋好友，并且开启小铃铛。我们下次见，拜拜。